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 琳。今天这期视频呢是看秀学穿搭的第2集。那在这个系列里呢，会跟大家剖析不同品牌的，不管是春夏秀也好，秋冬秀也好，通过观看这些品牌的秀场呢，给大家总结出了一些我觉得非常适合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穿搭的一些小 tips。如果你还感兴趣这一类干货视频的话，就请继续往下看吧。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下一次你就能收到我视频更新的提醒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来自巴黎的品牌 AMI 他们家的一个223的春夏秀场。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秋冬的季节了，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期他们的秀实在是不管是从颜色还是搭配的巧思上来讲，我觉得都非常适合给这个沉闷严肃的冬天增添一点点灵动感。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哪一些元素是可以非常好的运用在冬天的比较素、比较沉闷、比较黑色的穿搭当中。那这场秀呢是在巴黎的蒙马特这个地点举行的。那它其实整个的场地来讲呢，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区域，比起那种宫殿啊这一种比较 casual、比较开放的一个空间呢，也会更好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些穿搭搭配方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在街道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也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来，设计师希望这一些搭配、这一些单品不单单只是出现在很高级的秀场上，也更希望出现在大家比较能够触手可及、日常可以接触到的这么一些范围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场秀有2点我非常喜欢，就是它的男装跟女装是放在一起的。整场秀54个 look 里面呢，包括了不仅仅是女装，那当然还有男装，很多它的一些搭配的公式，男女都是可以同用的。除此之外，第2点呢，让我非常感觉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这一场秀启用了那种大码的模特。那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越来越多的设计师都在希望自己的品牌更倾向的是可以适合所有人去穿的这么一个路线。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在秋冬穿衣服会更加增添一点层次跟趣味的一些小 tips。首先第一个 tip 呢，就是顺色内搭。顺色内搭这个 tip 呢，其实不算是什么非常高超的一个技巧啦，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不断的去利用。包括如果你想要冬天有点颜色的话，那其实就只需要遵循一个规则，如果你的内里呢是纯色的，或者是颜色比较素的，那你外面呢就可以去选择跳跃性非常高的红色、深蓝色、绿色的外套。如果你的内里呢是这种大红的呀，或者是饱和度非常高的绿色的内里的话，那你外面呢就可以适当的去选择比较朴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传统的百搭色去进行中和一下。那这样整个出来的效果呢就会非常好，并且不会有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你好像有精心打扮，但是你又随意当中又带着一点点松弛的那种感觉。那像顺色内搭呢，它也是出现了蛮多套的，比如说它想要把2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颜色糅合在一起呢，那它就会利用顺色内搭再去配上一件反差性非常强的一件外套去进行搭配。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利用起来。第2个搭配的 tips 呢，就是我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温度的里边跟外面的长短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具体来看这一套，用了一个长款的风衣去把整个秋冬的感觉都拉起来了。那像这样子的搭配呢，我觉得小个子可以完全的就是直接复刻学习起来。这样的搭配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非常好的去拉高一个你的身材比例，因为这里边的东西都是短款的，包括裙子的长度也是比较短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好的去拉高你的身材比例。外面的这件风衣呢，就完全不会有压个子的问题。如果你今年秋天还在思考风衣该怎么穿才不会显得拖沓，不会显得邋遢，不会压个子的话呢，这个办法你就可以去学起来。风衣的量感是整个是比较的足一点的，因为它一个是长度，一
一个是温度感就在那里了，包括大衣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如果你的内搭选择的一些短款的，整体颜色比较轻盈的，就会显得整个人的重量是平衡的，所以看起来呢就会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协调，那不失气场。那如果你不喜欢穿这种超短的单品呢，那长的这种外套呢，也可以像他们开场的模特一样，就是用一个浅色的内搭去进行搭配。这样的话呢，整个的重量感呢，也是像刚刚提到，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只要颜色跟款式选对了，其实没有什么单品是不可以穿的。接下来第3点呢，就是西装跟短裤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在上一期的看秀学穿搭的视频里面呢 ，Celine 他们的设计师呢是把它融入进去了，像一些比较运动啊，或者是休闲的长裤里边啊。那像阿咪他们家呢，更走的是那种青春活泼的路线，所以他就会去选用一些白色的牛仔短裤啊、水洗蓝的牛仔短裤啊去进行搭配，像西装这种本身自带严肃感的一些单品。那像我个人看下来，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套粉色的一个格纹西装，配上一个水洗蓝的一个牛仔裤。那像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人的一个活力跟一个轻盈感是很足的。是牛仔单品呢，也很好的去平衡了粉色格纹西装所带来的这种很繁复的一种感觉。这一套的搭配巧思呢，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西装搭配短裤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穿起来，过2天冷了，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穿了。有一个单品呢，是大家肯定衣柜里面都有，但是可能这1-2年就没怎么碰过它的一个超长的过膝靴。那其实过膝靴这个单品呢，在前几年吧，还是风很大的。我觉得每个女生的衣柜里边，或者是 wish list 上面，肯定都会有那一双 SW 的那双过膝靴。那不用担心，时尚就是一个轮回，现在又轮到了它的一个出场了，有点起死回生的意思了。在 AMI 的这个春夏秀场里边呢，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吧，就是它会有很多这种超长的过膝靴，甚至是有一些都已经是盖到大腿一半的一个长度了。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们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宽松一点。那大家如果衣柜里面有这种过膝靴的话，就可以拿出来与之搭配了。像刚刚我提到的，不管是短裤配上那种超长风衣，或者是短裤配上西装的这种搭配，那像这种超长的过膝靴呢，都可以拿出来与之搭配。在室外我觉得它也算是另一层裤子吧。再接下来呢，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个秀场上面出现了好多次的这么一个东西了，是彩色的丝巾。那这一整场秀下来呢，54个 look 里面呢，它出现了大概10几次，所以大概有1/6的搭配它都用到了丝巾这个办法。那丝巾呢，它总共出现的有3个颜色，红色、绿色和黑色，上面都是有一些白色的勾边花纹的。那丝巾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点缀，如果你想要全身稍微有一点点色彩，但是你又不希望色彩元素过于放大或者是过于强烈和跳跃的话，丝巾是一个很小巧但是又有一点画龙点睛的感觉。像这种比较小的物品去初步的去尝试色彩的对撞，既有巧思，但是又不会说整个人看起来很高调的那种感觉。那它这一次呢，就有用深蓝色的外套、西装啊、长风衣啊，或者是这种夹克 hoodie 类的，他们都有去搭配这个红色的小丝巾。那红色跟这个深蓝色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颜色碰撞，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可以去学起来的。而且像这种小的物件的单品呢，它在你的衣柜里面呢，不需要说是花太多的预算在这个上面，而且也不会说太占你的那个位置，并且这个东西的适用范围非常的广，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秋冬甚至是接下来的春夏，可以去物色一下这种比较彩色的、比较点缀、有点睛之笔工具性的这么一个单品去搭配一下。这也就可以关联到我之前有说过的，其实我们需要把大部分的预算放在比较基础的单品上面。那像这种颜色跳跃或者是比较有记忆点、搭配性比较强的那种小的单品呢，我会更推荐。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套我觉得非常喜欢、我很是我的菜的这么一套男装，然后它是一个白色的一套顺色西装，上面下面都是，但是它是镂空穿的。这
个领口呢，我觉得开的恰到好处吧，也在领口的留白的这一处呢，加了一块这个绿色的丝巾。那我觉得这个丝巾呢，就很好的去削弱了西装所带来的一个严肃感，比较有一点点文质彬彬的感觉在里面，也会更符合我们印象中的法式穿搭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一套不管是颜色还是整个的一个松弛感，还有这个绿色丝巾的点缀，都很是我的菜。运用丝巾的这个 tip 呢，我也搭配了一套我觉得非常适合在最近这个天气穿的这么一套啊，是一个嫩绿色鼠尾草绿的一个内搭，再配上之前在我视频里面出现过非常多次的一个还可以是丝巾也可以是发带的这么一个装饰品，再配上一个米白色的一个外套，整个看起来就是很干净，但是又有点层次感在里面。如果没有这条丝巾呢，可能就没有这种里外呼应的这种感觉，加上这条丝巾的话，层次感会强一点，而且也会显得你这条穿搭稍微放了一点点心思，有一点小精致，但是又不会很用力的这种感觉。接下来呢，今天这个视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穿搭 tip 呢，就是它的一个颜色搭配。我觉得 ME 这一场秀呢，就是各种的疯狂的炫它的一个颜色搭配的一个灵感啊。那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大概它用到的颜色，包括每个颜色都有哪些搭配。那首先呢，他们这场秀的一个主打颜色呢，那必须就是这个海军蓝。总共呢出现了大概一半以上的单品呢都用到了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呢，它总共是有4个不一样的搭配吧，它有去搭配像绿色，那注意啊，这个绿色也是那种饱和度偏高的绿色，海军蓝配上红色，就我刚刚说的用一个红色丝巾点缀的这么一个办法。然后还有就海军蓝配上米色，那这个就不用说了，我觉得算是大家都会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吧。那他们也有用到米色跟白色的顺色内搭去配上一个海军蓝的外套，还有呢就是他们会有主打的这种比较绿色的单品，那这一套全身绿的一个西装背心再加上西装裤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帅气的。那可以去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去加上一件白色的外套呢，或者是白色的长风衣呢，也会是很好看的。还有这场秀里边呢，出现的比较多次的是红色。以这套 look 举例的话呢，它如果拿红色去配白色的话呢，就会显得有点硬碰硬。但是米色呢，就自带一种温和，也比较好能够跟去其他的颜色进行一个中和的一个感觉。最后呢，就是粉色。今年秀场上面呢，也是出现了几个粉色的 look，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的。那像粉色呢，如果你不满足于去配白色是灰色的话呢，那它去配一个像这样牛仔蓝的单品呢，也是会很不错的。那好，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带来的2023 ME 秀场的一些穿搭巧思分享。如果你还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不要忘记订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呢，我下次更新你就能收到提醒了。任何想看的视频想说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希望这些视频呢能够给你的一些穿搭带来一点点不一样的灵感。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 Eileen，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